本次金砖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安代会期间透露，今年继续有不少国家表现出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На сегодня о желании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заявило уже свыше 30 стран, точнее 34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其中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也表达了有意加入金砖的想法。有消息称，土耳其已提出正式申请，在下个月的会议上，金砖国家将审议吸纳新成员的问题。今年初，土耳其决定将加入金砖列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俄方当时表示欢迎，并将该议题纳入议程。土耳其外长菲丹今年6月在访华时再次表达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他说，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这是土耳其除了加入欧盟之外的良好替代选择。土耳其横跨欧亚，1952年加入北约，2005年开启的加入欧盟的谈判陷入了将近20年的停滞。该国总统埃尔多安长期寻求独立外交政策，以提升土耳其的全球影响力。有分析认为，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显示对美国主导及主张的单极世界秩序不认同。观察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也是其魅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美西方的阵营对抗小圈子不同，金砖机制致力于建设以发展为核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 GDP 已经超过7%，占世界总量的36%。由于美元霸权近年来危及国际贸易，金砖机制国家正在共同建设一个以本币贸易的新支付体系——金砖之桥，以促进更公平的全球化，但不会以创建共同货币为目标。俄方透露，新支付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不受任何第三方控制。俄罗斯驻华使馆方面介绍，中俄贸易高达2400亿美元，其中92%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怎么样在当前这个全球这个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这个形势下，金砖国家呢更好的这个相互合作这更好的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共同的应对呢这个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寒冬，更好的这个展现呢这个金砖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的包容性，而呢反衬呢有些呢国家有些组织呢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这样排他主义行为。另据国防部9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军队本月将派出海空力量参加中方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相关海空域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演习。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据悉，北部联合2024演习结束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双方第5次海上联合巡航。中方还将参加俄军大洋2024战略演习。在去年7月举行的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中，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中俄两国呢，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军演，我们看到这也是明显的，也是为了回击，包括呢也是当前的，包括东北亚的不确定、不安全这个形势，特别是东北亚这个小集团，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这个安全同盟，包括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呢，也是不断的加强，日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呢，也是更加的巩固，而且更加的富有进攻性。这中俄两国呢，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密切的一个战略协作，这样高水平的协作，包括呢这个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这个本地区的这个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呢，注入了正能量注入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普京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金砖是否将扩容，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王毅，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俄互信牢固，友谊深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俄两国成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的双边的各方面的合作，正如副总先生所说，也都不断的取得新的成果。
不断造福于我们的两国的人民。10月22号至24号，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将是金砖机制扩员后的首次峰会。而这次王毅访问俄罗斯3天，主要是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安代会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王毅在安代会开幕式发言中强调，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遏制、霸凌有增无减，凸显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重要。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抱持冷战思维，唱衰金砖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去年，金砖迈出扩员的历史性步伐。